前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新的软路由 N4200。本来以为2020年底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新产品了，可是我又收到了这个。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2002年底真最后一个软路由新品 N5000。N5000是2017年 Q4 季度发布的奔腾银牌系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金牌，什么是银牌，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N5000 作为 N4000 系列的升级产品，是一款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的 CPU， 万年不变的14纳米制程，4核心4线程，核心频率呢 1.1 GHz， 最高呢 2.7 GHz， 缓存从4000系列的2兆提升到了4兆。内存支持 DDR4 2400，最高支持8G， 但是我测试单条 16G 是可以驱动的。由于我拿到的这个呢还是工程样机，最终的成品出来之前，这个内存究竟会支持多大，我会提前告诉大家。自带核心显卡，英特尔的605支持 4K 解码，支持 PCIe 2.0， 支持 AES 新指令集，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X 和 VT-D， 所以安装虚拟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跟以往的 CPU 参数对比的表格，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外观呢跟 N4200 几乎是一样的，正面呢4个1000兆的英特尔211网卡，一个电源接口，一个 COM1 口，背面呢2个 USB 3.0， 2个 USB 2.0， SIM 卡槽呢移到了外面，一个 HDMI 的接口和一个电源接口，一个 Reset 接口，两个 WiFi 天线接口。我们把面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双通道的 DDR4 接口，最大支持8G。一个 mSATA 接口，一个 mini PCIe 的接口，可以扩展 WiFi 模块。这个 WiFi 的使用呢，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聊。这有一组 SATA 硬盘的电源和数据接口，方便我们以后可以扩展 2.5 寸的硬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特尔的跑分数据。N5000 单核1151分，多核4434分。大家可以看到多核成绩已经超过了 4415U 的4416分。更是比 N4200 提高了 23%， 比3965提高了 47%， 这提升空间将近一半同志们，非常接近 4417U 了。用 OpenWRT 自带的加密算法来跑个分。首先呢是 AES， 测试下来 23.14 万分，接下来呢是XX20， 结果呢也非常优秀，是 14.88 万分。ChromeMark 评分4.97 万分，大家可以看到 ChromeMark 已经超过了 7200U， 直逼 4417U， 简直就是不讲武德呀！我在这个软路由上接了一个 32G 的 SSD 和一个 250G 的 2.5 寸的机械硬盘， 8G 的内存，待机状态下 7.7 瓦到 7.9 瓦之间，压力测试下满负荷运转 17.9 瓦左右，运行1个小时，温度稳定在43度左右。接下来再看一下网络数据，基础带宽下载250兆，上传37兆 ，CPU 使用率 10.1%。科学上网下载253兆，上传38兆 ，CPU 使用率 10.4%。大家可以看到 CPU 使用率最高也就是在10左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传输的测试。我们同样在软路由上打开 iPOP3 服务端，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测试电脑的网卡呢是英特尔的85751000兆网卡，我在这里呢使用了 -P10 的参数，也就是10线程的传输。上传传输 1.1G， 带宽943兆；下载传输 1.11， 带宽 9.49兆。传输和带宽都达到了1000兆网卡的正常水平，这个也没有什么意外。好，总结 N5000 性能强劲，发热控制呢都比较好。网络传输等各个方面呢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呢整体的数据呢都非常接近 4417U。添加一个 32G 的 mSATA 和一个 250G 的 2.5 寸硬盘和一个 WiFi 的网卡，总功耗呢不到8瓦，在功耗控制上呢也算是上乘。不论单跑软路由还是玩虚拟机，家庭的 AC、AP 的控制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这样呢问题反倒来了。像这种全能的中间机型如果你只是面对科学上网的话，这个性能呢就略显过剩了。
但是如果你是进阶玩家，或者是希望有一个不低的起点，相信 N5000可以说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支持更大的内存，那虚拟机玩家肯定会觉得更香了。由于现在还是工程样机，暂时呢还没有定价，我估计啊这个价格应该会比 4415U 更便宜一些，那最多呢比4200贵100块钱左右。作为2020年底的水桶机型，小伙伴们，你觉得 N5000多少钱才真的香呢？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会对我的频道有着非常大的帮助。YouTube 小伙伴呢，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无论怎样，您的关注都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